今天天气相当炎热，那么今天台湾的上空呢也很忙碌，总共有3个架次的这个飞机从各地送来了疫苗，有一些是我们台湾自购的，那么有一些呢是这个日本捐赠的。那么另外呢，也听说有一架这个来自美国的军机，今天送了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说要给这个 AIT 感觉上很神秘。我们在这里呢不多做揣测希望这个答案日后能够揭晓，总不会是一些新上任的 AIT 的处长一些私人物品，应该不会吧？用军机送来，就开玩笑的。反正今天呢，台湾的这个上空非常的热闹。但是今天第一题呢，我们就要谈一下最近常常喜欢送台湾 AZ 疫苗的日本。我们先感谢一下这个日本不管如何，在台湾这个时候缺乏疫苗的时候送我们疫苗，那么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但是很多朋友都私下在说啦，可不可以拜托这个日本朋友也送一点别的品牌，比方说莫德纳、辉瑞啊等等，因为台湾感觉上现在对于这个 AZ 呢似乎是有点滞销，大家有点不信任。但导致呢，我们最近注意到了日本最近发布了2021年的防卫白皮书，虽然是一个草案，但是呢，公布之后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在里面呢跟台湾的关系很密切。最受关注的就是它是第一次提到了这个台湾安全，它的全文是呢，台湾的局势稳定对于日本的安全还有国际的这个社会的稳定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看到类似的口径，事实上并不陌生。在今年这个美国跟日本4月份的华府峰会，在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呢，大家就看到已经有这个类似的一个情况这是这个联合声明当中美日之间52年来第一次提到台湾。那么这次呢，他又把它放到了这个自己的防卫白皮书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防卫白皮书呢，日本从1976年开始发行，这相当于日本的外交还有军事上这1年政策的一个定调。那里面呢，它从2011年开始呢，特别有一个这个中美的一个章节，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存在。那台湾的这个部分呢，过去向来是放在跟中国大陆一起的这一样的章节，但是今年呢，他也把它抽出来了，从大陆的章节抽出来把它放入中美这个关系的这个章节里面来讨论。当然这几个动作呢，我先请谢大使解读一下。我们看到有很多亲绿的这些民众或是侨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日本对台友好的进一步的表现。那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亲绿的一向对日本有很高的这个期望对日本有很高的这个评价。可是我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显示出从日本的角度看，台海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紧张，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危险。那所以我们可能在台湾岛内人可能还不见得有这个感觉，可是这个如果说旁观者清吧，日本这几年，尤其最近1-2年，对于台海情势是，你也可以说他皇上不急急死太监。不过从他们跟美国这么密切的这个情报交换里面而且他们站在一个旁观者清的角度，他们真的很怕两岸之间发生战争。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前一阵子不是《经济学人》杂志说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台湾，现在，那我想他这一点应该反映让我们国内，尤其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他应该提高警觉。那么两岸关系不能够再这样子下去了。那日本当然是为他自己利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亲日人士不需要这么高兴，日本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台湾的利益。那这里面一个大问题就是说，日本搞不清楚，两岸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到底要日本扮演什么角色？是日本会不会被拖进去？那么还有就是说，是不是美国现在一直希望日本把这个他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发生战事的时候，日本会采取什么做法？日本的态度那么逼着日本不断的表态。所以你看过去一段时间，尤其这1-2个月特别热闹。对，从这个他的菅义伟首相，在这个答询的时候，然后之前当然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岸信夫这个防卫相他的发言，接着中山泰秀6月30号的发言，到这个麻生太郎7月5号的发言，都事实上都想把日本在未来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日本的角色想要把它讲清楚，想要比他讲清楚。可是我们看到7月13号这个日本的防卫白皮书
他的这个用字还是比他们那几个政治人物讲话比较保守，因为他说这个台海情势的稳定跟日本跟世界都很重要，可他的后面的死意动词，那日本要怎么做呢？他只说有必要提高紧张感，对，密切注意。对，那麻生不这么讲麻生是说，如果发生战争的话，那这就符合所谓日本安保条约里面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所以就是说存亡危机的事，对日本有存亡危机影响，所以呢，那这时候当然会跟美国一起来合作保护台湾所以这里面的用词是有差别的。不过整个来讲，日本对于台海的情势，我想是怎么讲呢？他们是密切的注意，因为事态是越来越紧张。好，我想这可以分2个层面来看一个就是所谓的危机本身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危机所带来的一些周边的利益这个周边的利益当然也许包括政治人物个人这个政治生命的一个这个延续或是能量的加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这个地缘政治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拉拢美国等等那么换取一些这个日本国内的一些政治利益等等，分这2个层面。刚介大使讲得很清楚，同时非常有层次的告诉我们时间序还有日本哪些政治人物哪些文件上做了一些表态。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白皮书的定调非常非常的简单，其实一言以蔽之，就叫做保台就是保日，它紧紧的把台湾日本跟美国绑在了一起同时也说，如果说这个中国大陆侵犯这个台湾的话呢，这个日美一定要联合防卫台湾，就是把这个关系呢绑得非常非常的紧。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描述中国大陆的这个章节当中，主要还是之前的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拟定的一些这个法案等等，让日本人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么大陆呢也是对于这个呢反应蛮强烈，大陆外交部表达了严正的不满、严正交涉跟强烈的不满。同时大陆的这个官派媒体呢，这个《环球时报》也说，日本白皮书呢极尽挑衅之能事。确实它里面谈到中国大陆的章节，其实措辞上看起来是相当的不友善当然这是从外面的解读，那么从内部日本人怎么解读呢？日本的共同社的解读，我觉得倒是写的还蛮一针见血的。他说其实呢，这个是要在提高日本的国民防卫意识其实这个话呢出口转内销，表面上呢它是一个这个防卫白皮书，是要讲给全世界听的，给全世界看的但是呢事实上它是要提高日本人的防卫意识。因为说实在的日本人日子也过得不错想不想打战？当然不想打仗同时日本内部的这个反战的声浪也蛮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当然政治人物他要把这个关系要把这个美国紧紧的拉拢，要这个把台湾紧紧的抓着那么他必须要先提高国内的共识。所以在这里面呢，有很多他的一个战争危机的一些预想跟那个恐吓意味十足的一些用词，包括我们看到7月5号日本这个副首相麻生太郎的发言，他这个发言很有意思前面大家都讲了，如果呢中国攻打台湾的话，那么日本跟美国必须要共同来协防这个部分已经煽动了危机感。但是我觉得后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中国如果侵犯台湾的话，接下来轮到冲绳。这句话很有意思接下来就轮到冲绳，这什么意思他要告诉日本人，对不对中国大陆不会只是攻打台湾攻打台湾之后，紧接着战场就会在我们日本了。冲绳是第一个遭殃的这个里面他当然没有用出中国大陆侵略日本的这个动词，他并没有这样讲，但是感觉上隐隐约约就有这个意味存在嘛。这个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他把他的这个日本人的对冲绳，也就是琉球的真正感觉讲出来了。就日本对琉球人是不是有信心？我觉得是没信心。对，为什么？因为琉球是1879年被日本非法并吞的。如果我们翻译一下历史，在琉球的上氏王朝被日本当时明治维新以后，这个向外扩充、急于扩充的这个日本新兴的帝国，它第一个侵略的国家、并吞的国家就是琉球。琉球有数百年的历史。当时琉球被并吞的时候，上氏王朝派在中国的使臣在李鸿章的这个官衙面前痛哭流涕，希望中国替他出兵。所以这一页历史到现在
琉球人还记得，而且2次大战的时候，美军打琉球的时候，在最后的战役的时候，日本军逼着琉球的妇女老少从那个悬崖上跳下去的好几万人啊！所以琉球人现在他们还对他自己的王国啊，他们没有忘记啊。所以为什么琉球会基本上还在臣服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家里面？因为东亚的局势，事实上从2次大战以后还没有大的一个变化。中国大陆虽然是2次大战的战胜国，中国是中国，可是中国立刻陷入分裂。陷入分裂以后，日本又因为韩战关系，经济快速学习跟着美国走。所以现在如果说两岸变成这个局势有改变的话，你想第一个，日本经过台湾海峡，甚至冲过台湾以东的太平洋的时候，它不会像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么好，怎么讲，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因为你两岸是对立的。所以在这两岸对立这个情况之下，日本这条生命线，台湾海峡跟台湾以东的这个太平洋海面日本可以安心无阻的把它国家90%以上的能源跟所有的原物料通过这个海域运上来。如果说两边变成同一个国家，变成同一个政体的话，日本好日子就结束了。而且这会象征着整个东亚的基本的权力结构大转变。大转变以后，这个时候琉球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前途跟日本的东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有问题。因为琉球的知识，现在的知识过去一段时间他们是有这个独立的倾向的。那么对于东京的这个日本政府跟美国之间把这个土地不经过琉球人民的同意直接租借给这个美军来讲，这些作为，美军基地呢就占了这个琉球，占了这个冲绳大概20%的土地1/5同时我们知道这个美军在日本有很多的基地嘛，但是光是冲绳这个地方呢，就占了全日本的74%。大家都知道，我想介大使一定知道，在过去几年当中，几乎每年都有琉球居民呢对于这个美军的示威跟抗议，几乎是每年。那么当然呢，这个美军在当地的问题也不少。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了一天到晚坠机有没有犯罪事件破坏环境等等。在去年底一个惊人的记录，短短的19天之内呢，美军犯案14起，里面各式各样酒驾啦、强盗啦、抢劫等等。还有我们看到在时间再更往前推，在30多年前，在当地发生了很多的强暴妇女的案件，美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冲绳民众呢，其实对于这个美军的驻扎呢是非常非常反弹的。那么更不要说呢，美国一直想在这个冲绳部署中程导弹，到目前为止呢，琉球人是誓死反对还没有成功。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琉球人的要求很简单，他们要拒绝美军基地，他们说我们只要和平，再加上介大使讲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纠结，所以呢，我们再回过来看到麻生太郎这次挑事他就挑了这个冲绳嘛，就挑了这个琉球他讲这件事情，他是要拉高琉球人，拉高这个冲绳民众的危机感嘛因为这个冲绳人反美是反得蛮强烈的，所以麻生太郎这个话呢，是不是讲给冲绳人听的？对，一方面我觉得讲给冲绳人听，一方面也讲给日本人听，因为麻生、安倍、这个中山泰秀这个岸信夫，这是属于日本的鹰派。鹰派对，这些说实话，他们是比较希望日本恢复过去所谓日本帝国的荣誉的。像安倍晋三，他过去在当首相的时候，或者最后他就要推一个什么？他修改日本和平宪法，他要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所谓正常国家，日本现在的这个军队叫自卫队。安倍晋三说这个不能做自卫队，他要把这个自卫队名字改为国防军，所以要修改日本宪法。所以他们不断的希望恢复日本在20次大战以前的那样子的一个国家体制的话，其实是得不到他们老百姓的国内老百姓的支持的。那这些极端右翼的政客呢，他还是不死心不宣战，所以某一种程度他也在炒作日本的危机意识，用台湾的问题，甚至现在把冲绳问题都拿出来了，那么就是等于某一种方面在恐吓日本的
比较现在还占多数，希望和平的老百姓，那么希望他们在改变他国家体制有起码对外用兵上面给予这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的一些社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我们作为它的近邻一定要记住，日本的国家只要他有力量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对他的四边的近邻进行这种积极性的一种干涉甚至侵略的。所以今天日本是少有的一个国家，它的邻国不多，岛国，可是近邻跟俄罗斯有领土纠纷，跟南韩国有领土纠纷，跟中国大陆有领土纠纷，所有跟他接近的这邻近国家都跟他有纠纷。所以这也是世界上比较少见的。对，我们不管是台湾人，我想全世界的华人朋友我们大概都对于日本的历史还算是蛮了解的，或者说对于日本的侵略史算是大概以前都念过这个课本嘛。算在历史上呢，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就有20个所以日本这个民族是很特别的。但是这次呢，我们看到在所有日本比较鹰派的政治人物当中，发言的主痛调当然就是我们看到拉美抗中啦，但是只有这个麻生他把这个冲绳拉进来有点就是说冲绳人如果再反美的话，将来意思翻成大白话了说不定会被中国侵略的一个概念，他在贩卖一个侵略的危机感就说这个被侵略的恐怕不只是台湾包括冲绳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大陆侵略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日本也是两手策略，因为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它有鹰派的有鸽派的，也别忘了明年其实就是中日建交50周年。本来呢今年我们看到习近平有访日的计划，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影响无法成行，所以如果说这个疫情趋缓受到控制的话，有可能习近平会在明年这个双方会互访，也不一定，因为明年是这个建交50周年。还有呢，这个首相菅义伟毕竟他才是首相，6月17号呢，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们不会建构什么对华包围网还是会遵循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他走的这个调性呢，跟美国很像嘛美国我们看到最近也特别强调不支持台独这一中原则没有改变但是二方面呢，也不断的这个美国的所有鹰派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呢，想要企图建立准官方关系等等，让这个台湾我们看到这个绿营整个嗨起来。那日本也有这个调调，一方面送疫苗不断的对我们示好，但是二方面呢，他们的红线首相菅义伟也画得很清楚但麻生太郎的这段这个言行呢，我想也挑动到了全球华人心里面比较痛的那一页，因为毕竟过去不管是清华、南京大屠杀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伤痕没办法解开。所以麻生太郎他讲了，中国如果侵犯台湾的话，接下来轮到冲绳这句话呢，让很多人听到了他的这个弦外之音。但是我觉得对于冲绳的民众来讲，你觉得他会怎么看待呢？一方面是现在进行式跟过去是包括了美国的驻军已经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伤害这个伤害不只是人命的损失妇女等等，还有包括环境的一些污染等等。那二方面是一个未来是一个假设式就是你可能会被中国侵犯你觉得冲绳人会怎么想？我觉得冲绳人应该还不会那么容易忘记他们的历史。那么冲绳这个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数百年，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就跟中国有很密切的往来我以前看这个沈三白的这个《浮生六记》他有一篇文章就写他那时候正好作为朝廷明朝政府派到琉球的使团的成员，他那个文章写得很有趣。那我那时候看了，我觉得真的对琉球历史也产生一点兴趣。不过琉球那时候中国跟琉球之间在福州有个琉球馆，到现在我听说大陆把这个琉球馆又重新，那个关系非常密切。像琉球的房屋的建筑跟日本本土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琉球最大的一个地标什么丰师爷，这个丰师爷跟我们金门的丰师爷长得也很像所以这个文化跟历史上其实它跟我们福建的文化是比较近的。那当然日本人是1879年才强行非法并吞这个琉球，而且在琉球成为日本的地方，琉球人也付出极大的代价，尤其20大战的时候几乎死掉
非常高程度的日本，所以我觉得琉球人事实上他们有自己的判断，那就是说日本这一次这个白皮书啊，其实我觉得把它反过来看，其实啊才比较符合事实，因为日本人说台湾情势稳定对日本这个什么安全保障啊及国际社会的稳定很重要，至关重要，有必要提高紧张感哈，密切加强了。我就把它换一下，就是说日本政治走向，右翼政客的政治走向对台湾的安全保障及国际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对耶，对，所以我们有必要提高紧张感，密切关注。对。对那没有错，就是介大使这个注解很好，就是说你日本安分一点，不要挑事就好了。是啊，对啊。